在湖南的一个山谷深处，有一个宛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。这里景色优美，风景秀丽。在路途中，我们竟发现有一个奇怪的建筑物。莫非这个古村落有不为人知的神话传说吗？当我们走进这个山谷里，发现住在这个古村落里面的村民在这里养殖了山羊，养了猪，养鸡，养鹅，还在这里开垦了一块又一块的菜地。我能感受到这个古村落充满了深厚的人文气息，以及惬意的田园生活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新的一年，新的起点。现在我来到了湖南的一座大山里面，来探访一个古村落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，在我身后的这条道路上，我们可以发现有新架设的电线杆，上面还新布置了电线。莫非这个古村落里面还有人居住吗？所以我们刚刚用无人机简单的探寻了一下，发现在这个大山里面的确有房屋，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房屋里是否还有人居住，所以我们现在只好徒步走进这个山谷去看看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我们又来到湖南的一座大山里面来探访一个古村落。大家看到眼前的这条路看上去是新挖的，泥土都走上去都比较松软。这里呢，我们看到路边架设有电线杆，而且一直往山谷里面延伸。这个电线杆看上去还是新布置的，我想里面可能会是一个古村落。那么我们打算沿着我面前的这条路走下去。这条路呢，看上去是有这么宽，但是完全是这种泥巴路，而且坡度非常的陡。那么普通的车子开下来呢是行不通的，除非是那种四驱车或者是越野车。走这样的路，轮胎抓力还是可以的。但是这条路它是一条泥巴路，要是下雨的话，就算是越野车也不好走，会打滑。你看现在天气已经天晴了好几天了，这条路看上去都还是泥巴，比较湿润，所以说我们走路都有点滑。这边就是一个峡谷，我们看到山谷里有一栋房屋，不知道是泥土房还是水泥砖房，看上去是新挖开路面的痕迹。你看这个坡度呢，又是接近90度了，走路都得小心，更何况是开车。这条路面上看上去有车轮印，我想有可能是来这山里面砍伐树木的一些货车，可能能走这样的路。不然的话，要么就是一些爱好探险的驴友，走越野车会到这里来。在这里我好像看到当地村民布置的这种黑色的水管，也是接的山泉水。所以我在想，这个山谷里面可能水源会比较充足，那么也就是适合居住了。从这里到房屋的距离大概是1-2公里的路程。
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啊，光是我们走路都感觉到非常的陡峭。是的，我都感觉我脚都快刹不住车的感觉了。就到了这个房屋这里了，那没有人呢，是一栋水泥砖房，上面的瓦都是这种新型的石棉瓦，房门是关起来的，看来主人不在家呀。啊，它门前这个位置还是很空旷哦。水管是从上面接下来的，一直延伸到这栋房屋的门前。它这里还养了蜜蜂呢。对，有蜂箱，养了蜜蜂。它这个水能够，哦，有3点水啊。它在这个门口这里安置了一个这样的灶台，不锈钢灶台。哦，这栋房屋看样子是新修的平房，还安装了摄像头。这个电表啊，都是更新换代过的，而且他家里还安装了网络，中国移动的网络。这里安装了监控。哎，那这一户人家是在这里做什么的呢？他这个平房又有蛮大呀。门前锯了一些木条，上面还架设了卫星天线，用来接收电视信号。它门前这里是栽种了一些白菜、一些蔬菜，不过没栽种多少。这里是一间小的泥土房，我估计以前这户人家，他们主宅基地在这个位置，这个可能就是他们以前的厨房或者是杂物间。这里也有一个蜂箱。它这里肯定是适合养蜜蜂的。它门口的这个好像是打米机，我觉得是那种比较大型一点的打米机，那种比较旧式的那种打米机。以前妈妈小时候的时候在农村里见过。刚刚我们在这座大山的半山腰那个位置看到的那栋房子，没有人在家，可能主人到山下去了，或者到周边劳作去了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做太多的停留。那么我们继续沿着山谷里的另外一条路啊走下来，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又发现了一栋泥土房。这栋房屋看上去是建在一个小山包上面，它的地基呢也是用这种石头垒砌的。从房屋的侧面来看，它也是这种泥土房，侧面做了这种吊脚楼的木质结构，下面是砖房，这边做了一定的改造。这栋房屋看样子是没有人居住了。那门是开着的，可能这个地方啊废弃了，可能有个5、6年吧。在这个山谷里面，前后几公里，我们就只发现这一栋房屋在这里了。好了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又飞了一下无人机，探测了一下，在我镜头前面的这条路里面啊，又是一番天地啊！里面竟然是一个古村落，从无人机的视角看上去有几栋泥土房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居住在里面，所以我们打算徒步进去看一看。整个这个地方啊，水源看样子还是比较充足。它这个位置做了一道这样的铁门，现在是打开的。
我们具体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情况，只是从无人机来看，这个里面像是一个古村落。它这个位置啊，有一个小型的瀑布，说明这个山谷里面的山泉水啊，肯定很充足。你看，整个这一片啊，都是人为的垒砌的这种路面啊。我估计以前那里是一条路，所以走到这里面，让我感觉到这里应该是有人在这里生活的痕迹。你像夏天到这边来溯溪，来这边纳凉，应该是很不错的选择。这里的山泉水呀，也是非常的清澈。这条路看上去有这么宽，只是崎岖不平，开车不太好走。我估计当地人可能骑摩托车应该是可以的。哇，这山泉水呀，潺潺的流水声，非常的治愈啊。这条小溪沟应该就是从山谷里面一直流淌下来的。哎，这个位置啊，好像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景象啊。这个石头啊很特殊，用水泥浇筑的，上面呢是太极八怪图。对，有一块石头，然后上面刻了一个字神，然后这边刻了一个日，这边刻了一个月，然后这里有个太极八卦图。难道这里有什么故事吗？不知道这里祭拜的是当地的山神还是什么神位在这里？这里感觉像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啊。好了，我们到那个里面古村落去询问一下当地的村民，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神奇的神话故事。前面我还可以看到有黑山羊。哦，哎呀，这个山羊啊，飞檐走壁啊，非常厉害。你看这个山谷里面阴凉的地方啊，还是路面都很湿润。这里面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们误入了世外桃源，误入桃花源，对不对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怎么描述的？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鸡犬相闻。然后呢？房屋错落有致。是的。你看以前这个地方都是泥土房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只是完全坍塌了，只能看到一丁点石头垒砌地基的痕迹。这边是搭了一个简易的山羊棚。这个草是不是给羊吃的呀？这里呀，看一下，这里是草，绿油油的草，这个看样子是供山羊吃的草。这边是种植了白菜，还有白萝卜。哇，种植了这么一大片，看样子这里的主人呐，非常的勤劳。整个山谷里面，这里阳光非常的充裕，几栋房屋都没看到主人。这里还养了鸡，所以这里应该是这里一地的土鸡。一地的土鸡。是的，你看这些土鸡在这里面自由觅食。这栋泥土房年代看上去比较久远呢，至少都有30-40年以上。
也是典型的湘中民居特色。在第2层设置了吊脚楼，木质结构。在它这个吊脚楼的上面还晾晒了一些红薯藤，我估计也是用于喂养山羊的。这栋房屋看门前杂草的情况来看啊，应该是没有人居住的。不过这栋房屋整体结构还保存的比较完好啊，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嘞？它的房屋里面堆放了很多木材，但是看门前的状况，应该是没有人住在这里了。我镜头前是有几栋水泥砖房，是平房，门口晾晒了衣服，应该是有人居住，只是主人不在家。这个时候，几栋房屋的主人都不在家。你看它这个房屋啊，这个泥土房啊，它上面的瓦片缺失了，所以有漏水的情况。像这栋房屋，它如果一直没有人住的话，那可能要不了几年就会完全坍塌的。那房子都有裂痕了。这栋房子就是沿着山体修建的，山羊到里面去了。我们到这边看一下，你看这个位置啊，就是用这种青石板搭建的简易的便桥。这里好多新旧交替的电线杆。对，看这一片就是他们的农田。你看这里的田地呀，一大片一大片都荒废了。我在想，住在这里的有可能就是几位老人家，有可能是一些无保户住在里面。哎，镜头前有看到鹅了没有啊？看到鹅没有？看到了。啊，好像我们刚刚看到无人机，这里有挖了几口池塘。是的，那里是池塘，有几只鹅、鸭子，是鸭子还是鹅呀？我走过去看一下。啊，这是山泉水的水管呢，布到这里来了。鹅。哦，是鹅是吧？是的。新旧交替的电线杆，而且这个电线杆呢，还一直往山谷里面延伸。难道那里面还有房屋吗？我们先到这里看一下吧，先到这栋房屋这里去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主人在家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泥土房的这个位置。啊，这栋房屋就更加破败了，房屋墙体基本上开裂了，门口杂草丛生，它里面的墙啊都完全坍塌了，从门缝这里可以看得到。哦，这里养了猪哎！哎呦，哦，这里养了一头母猪哎，好像是。那往哪里过去的了？哦，往这里过来的。是的，它这个泥土房改造成养猪场了，养了一头猪。这边呢？耶！这是一只山羊哎，一只死了的山羊哦，是吧？是的，死了。了。哦呀，这只山羊死了，难道这里的主人他都不清理掉吗？你看，整个房屋后面全部是墙体坍塌了，是一只小山羊崽子。是的，它只剩皮和骨头了。哎呦，真的，好可怜的。难道他们养猪的主人没有发现吗？他这是养了一头猪吗？
只看到养了这一头猪。只养了一头猪。嗯，它那个小山羊是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啊。从这个位置可以过去，你看这一片也是种植的草，可以给山羊吃的草。这里是种了菠菜，认识吗？这里种了菠菜，那是胡这里是萝卜吗？胡萝卜，哦，那里是大白菜。哇，我在想，以前在这个地方啊，全部都是泥土房，然后住在这个山谷这里面呐，这里面的环境啊，真的非常的不错耶。你看上面全部都是种的这种好像桃子树的。桃子树啊？对。那说不定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呢。哎。桃子树嘛，桃花嘛。对。这里没看到养狗哦。没有。如果有狗的话，那就会有狗叫声音。如果要是真的养狗了的话，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真的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样，鸡犬相闻。是的，你看它这个里面以前是种水稻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以前收割稻谷时候用的农用工具，然后这个是用来清理稻谷里面杂质的，我们老家话叫风车。那个是独轮车。是的，这个是独轮车。你想想，以前几十上百年前，他们这个山谷里这条路肯定是没有这么宽的，那么他们出行运送比较重的物资，那么就要通过独轮车。这里的山泉水呀，是真的特别充裕。它这房子里面还停放了一辆摩托车。门前都有山泉水。在这里还停放了一辆摩托车。哦，是的，所以能骑摩托车的应该还是年轻人，不算太老。真的就是主人不在家呀，这个时候。它这几栋砖房啊，看上去应该新修的，没多长时间，应该也就个5、6年吧。它的电表是2016年的。2016年换的电表是吧？那就也有10来年了。它这个位置是养的山羊，对的。这个地方好是虽然好，但是唯一一个让我感到不好的是什么嘞？这个地方随意乱丢垃圾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它这个里面呢没有规划好嘛，到处是垃圾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这就是这个山谷里面的一大败笔了。我们看到电线杆一直从外面延伸进来，一直通到那里面去，难道里面还有房屋吗？我们再走进去看一看，说不定能在里面找到这里的村民。你看鹅来迎接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在鸡、鸭、鹅这3种家禽里面，鹅是有非常的领地意识。鸡和鸭会怕人，但鹅不会怕人。它会啄人。是吧？声音好大，它会不会攻击我们呢？走这条路吧，我感觉那有一条路可以走过去。我看一下。这条路看上去要大一些，我们走大路吧。我面前的这条路啊，杂草丛生，看样子是很少有人走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走到里面再去看一下，走个几百米看一下，说不定可能能碰到这里的主人。你看这里面挖了几口池塘，所以这边适合养鸭、养鹅。对，这里还有一栋泥土房。哇，整个这一片的田地全部荒废了，杂草丛生，所以
以前住在山里面这里的人呐、这里有2、3都栋房屋。离开这里了。哦，这栋房屋从侧面看上去是泥土房，可能后期用水泥和石灰粉刷了一下，就会显得新一些。整体结构还是泥土房。房子没人住了。啊，但是这栋房屋也是没有人住了。门前杂草丛生啊，因为我从那条路就可以判断，基本上这边很少有人走动了。这个房子，哎呀，这栋房屋门是敞开的，哦，门口，哇，这栋房屋的挺大气的。挺大气。对，这以前想必是一户大户人家。你看他这户人家的大门呐、这上面呐、设计的木质雕刻，设计的还是有点特色哟。这里设计了这种八卦阵图，看到吗？看到了。还是有特色啊。哎这户人家房屋的主人还是一个书香门第嘞，他这里还有书房。哦，以前还有书房。这里，看不太懂这个字。啊，这栋房屋的厅堂啊，非常的大气。是。但是主人不在这里生活了。这栋房屋的主人，我跟你讲，他肯定没有离世的。他只是搬离了这里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嘞？因为他的棺材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的棺材是用他的凳子把它立起来的，他没有让那个棺材落地。俗话说得好，落叶归根。棺材要是没落地的话，说明主人没有离世。看到没有？那个棺材都是放在凳子上的。如果棺材要是碰到地了，就代表着落叶归根，所以就是另一个寓意了。这个不错。你看这栋房屋其实也是泥土房改造的，以前的吊脚楼的形式。你看没有？春、夏、秋、冬，看到了吗？上面还写的是楼台吧？是的，楼台。你想想，这栋房屋的主人还是有一定的学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它的门口的这副固定的这个对联呐、都显得很有书香气息。是的。所以我猜想他教育子女应该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你看到它没有？它的瓦片和我们普通看到瓦片不一样，它就是跟那种古建筑的一样的，一片正一片反，一上面片正还有一片反。祥云，是的。瓦当上面还有点祥云，还有点纹路，独特的纹路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是一些非常有寓意的特色。整体来讲，这栋房屋主人呐、肯定是不简单。可能这栋房屋的主人呐、他的家族非常的兴旺发达，搬离了这里，去更美好的地方去生活去了。这是一栋水泥毡房，是一栋平房。这栋房屋应该建了没多长时间，但是看上去应该也废去了5、6年的样子了。你看门前一片荒芜啊，整个这一片，电线杆基本上就到这个位置了。这个山谷里面特别的安静。他房间里面是空荡荡的，就只放了几把椅子。那就是你看它这个房屋装饰的还不错嘞，它门前正门这里还贴了瓷砖，对吧？是的。哎呀，今天不走运呐，一个古村落竟然没看到一个人呐！你看整个这边的阳光照射啊，也是特别的充足。有阳光的地方啊，有水源的地方啊，那就会充满生机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回去了。当我们徒步走进山谷，
眼前的景象让我豁然开朗。在这个山谷里的这个古村落，仿佛让我看到了现实版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。在这个山谷里，房屋错落有致。我们虽然看到的有些泥土房如今已经废弃了，但是有些房屋仍然有人居住。只不过我们今天并不是很走运，没有遇到房屋的主人。他们在这里开垦了菜地，散养了家禽，为这个古村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。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，你们向往吗？好啦，今天的古村落探访之旅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